I'm waiting, love. Place your hand in mine, I'll take you to the stars. Oh, I'll show you love. 好，我们又见面啦！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今天的大众占卜题目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想你的频率有多高呢？那么他又想着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台面上总共有3个选项，由左至右，静下心来选择最有感觉的一组。如果还没有选择好的话，请先按下暂停。已经选择好的话，我们来继续往下看。今天宇宙透过塔罗牌中所想要带给予我们什么样的讯息呢？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我们来看到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呢目前在对说这段关系让你感觉到相当不舍的事情是什么？好，蓝阳为大家抽第一张牌，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宝剑六。好，这边我首先呢抽到第一张牌，这张宝剑六的话，就代表说，其实在对于你们来讲，目前这段关系之中，你们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应该说开始是比较没有办法那么信任的对方。那也会认为说，有可能在之前你是蛮信任他，然后最后面你们现在开始有点动摇了。然后另外一种的话，有可能就是你一开始可能就没有那么信任他，那现在你其实是有点在动摇，说你是不是要再更加投入，还是说你可能要稍微慢慢的再收回来？那杨会认为说，其实有可能目前的你们在一段感情里面，可能你们之前有受到还蛮多的伤害，那个伤害可能是来自于别人，或者说来自于这段关系。可是，在对你们来说，无论过了多久，其实这段伤害你们一直很努力想要走出来，或者是说你们一直很希望自己不要再受到那么多的过往的情绪去影响，或者说过往的回忆去影响。你们希望在面对说这个人的时候，你们是能够用一种完全是敞开心扉，或者说你们会希望自己是能够打从心底的很开心的想和对方有来往，或者说很想要打从心底的想要和对方有更多的接触。也就是说，有可能目前你们两个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就是因为你经常会感到有一些的不安的举动，无论是对方带给你，还是说以前的关系所带给你的。可是就是因为有这些的不安，所以你其实对于你自己来说，你本来可能要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上的付出的时候，你就会收回来了。因为在对于你的角度来讲，你们其实是很想要为了对方做更多的事情，但是你们又会害怕说，面对他，你们会不会重蹈覆辙以前一样的错误？然后或者是过往的伤痛之中，会不会再次的重新上演？然后第三个就是你们其实蛮担心自己会被对方当小丑一样看待，所以你们其实会真的想的非常多，所以你们会不太敢完全的去投入这一切。然后在第四个就是有可能在一段关系里面，其实你们就算真的在怎么想要完全的去相信对方，但是你们有时候还是会考量到，呃，如果真的并不是如同自己所想要的那一切的话，你有没有办法很快的把感情给收回来？就是你们其实状态之下是还蛮怕再次受到同样的伤害，你们一直不断地想要去疗愈你们自己，或者说你们一直不断的想要去改变你们自己本身在看待或者说对待于爱情这方面的一个想法。可是，可能你们的人生经历当中，在感情里面真的受到了很多的背叛，或者是说伤害，或者是说可能总是单相思很久，不断的付出，但终究没有办法得到你们真正所想要的一个结果，总是在这样子期待失落的状态之中，一直不断的徘徊。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讲，本身谈感情这件事情，你们其实已经还蛮累了。可是在目前对待说现在这个人的话，你们其实很努力的想要去经营好，或者说你们其实很努力的想要去维系好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很努力的想要去证明你们在对方面前，其实你们是非常棒，或者说你们是让他可以更加放心你们之间这段关系。
但也会认为说，有可能对方一直在所做的一切都还没有办法完全达到你的心坎里面，所以你才会没有办法那么完全去信任对方。所以对我们来讲，会觉得比较不舍的是，你们其实很想要做更好，或者说很想要去让自己的心更加的自由，可是不管怎么做，你们就总是没有办法达到你们心中所想要的那一切。好，然后接下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钱币六。好，那钱币六呢，就代表说，目前在你们俩之间的话，对你来讲，就刚刚前面所提到的，你们虽然很想要去让这段关系其实有个平衡点的，或者你们其实蛮希望这段关系是可以能够很顺的去发展。那看起来啦，如果说目前抽这两张牌，洋洋会觉得，有的时候当这段关系出现卡顿，或者说当这段关系对方所对待于你的态度比较冷漠冷淡的时候，其实你们有时候会把很多的过错怪到你们自己身上，或者说你们会认为可能是自己真的做错什么，或者说做的不够，或者是说有可能对方有发现到你这些比较怕受伤的心思，所以你们有时候可能讲话或者说在面对他可能会稍微做出一些比较错误的，或者说比较没办法去推动这段关系的行为，或者是说话的内容，所以你们会不自觉会往这方面去想，你们会不自觉的把很多的情绪揽在你们自己身上，会把过错放在你们自己身上，这是第一种解释。然后第二种解释就是表示说，其实在对这段关系，你们其实很想付出很多，但是有可能因为碍于生活中的现实环境的因素，或者是说会有一些不可抗拒的原因，或者是有可能这段关系当中你们付出，可是得不到对方的任何的回报，或者说没办法得到比较明确的答案，所以你们在对待于或者说可能在下一次付出的时候，你们就会想的比较多，或者说你们可能就会尽可能的让自己慢慢的收回来，就是不太敢完全把感情放在里面。但是其实有人会觉得说，像我们这边都抽到两张六的牌，所以表示呢，其实本身在看待这段关系，其实你们很渴望的是两个人之间是那种相互依赖的感觉，或者说两人之间的沟通，或者说两人之间的互动上面，是会希望说是能够有更深入的，或者两人之间的相处上面是能够有更加贴近的。可是似乎看起来好像是没有那么顺利，所以才会让你们其实心里面会没有办法那么完全的投入在这段关系里面。那刚好你们一直来都受到那么多情感这种伤害，所以你们自己本身也会蛮害怕这段关系会再一次让自己坠入深渊。好，那接下来我们这边所抽到的是圣杯皇后。那圣杯皇后呢，也会认为说，其实这组的你们也会觉得蛮心疼的原因，就在于说，可能真的是因为你们过往的情感的相处，或者是说，可能这个人曾经真的有对你们讲出一些让你们觉得并不是那么舒服的话，或者是可能对待于你们的方式，事实上是没有到那么的顺利。所以你们这段关系在相处过程里面，对于你们来讲，其实当不顺的时候，或者说让你们感觉到有很多不安的时候，你们会觉得很痛苦，然后你们会一直不断的钻牛角尖，就是你们可能会一直会反问说，为什么他不爱我？为什么没办法再更进一步？为什么他没办法接受我？为什么我总是好像都遇到不对的人，或者说为什么我总是没办法得到我所想要的感情？就是你很多会有为什么？你会讲这些话，然后你会一直不断地去反思你自己说，我到底要怎么做，我才有办法得到我所想要的一切？我到底要怎么做，我的感情才会顺利？就是你们会常常的容易把很多过错怪在你们自己身上，所以你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你会觉得有的时候你是因为自己的内耗，或者说自己的负面情绪所带给对方，去影响到对方。那当然，我们这是验证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看到对方状态是怎么想。那至少可以知道说，明确的是，你们自己是会觉得自己在面对说这段关系，可能真的有点太过于负面了，或者是说可能没有到完全的去投入在这段关系，真心诚意的，你会觉得你没有真心诚意。对，这是以你的角度，你觉得你的真心诚意是不够的，所以你们会觉得自己可能本身在这段感情里面，其实是真的缺乏了那一种
非常能够心灵相通的那样的一个状态。那这边的话，我们再回来到原本刚前面提到的2张6的牌，那这边我们终于在最后面有出现了圣杯，那偏偏我这边所缺乏就是权杖，所以表示说，在对我们来讲，这段关系可能真的很缺乏所谓的实际上的互动性，或者说之间见面上面那种交流的契合度，其实可能比较不够的。但是你们自己会觉得说，可能自己行动上面，或者之间互动上面，真的是缺乏所谓的火花，因为缺乏火花，或者是说缺乏了互动上面的契合度，所以其实对你们来讲，本身这段关系要去推动，你们也会觉得非常困难。那洋洋会认为说，其实你们很想要去推动，很想要去提升契合度，很想要多跟对方有更多的来往，但是看起来其实有可能是因为外在的因素，或者说会有一些的原因，导致于说让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总是在一个很卡的状态，或者说每次当达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你们要再往下一步走的时候，其实就又卡住了，又没有办法往下走，所以你们自己心里面呢，其实是还蛮对于说自己的感情的状态，你们感觉到相当的困惑，然后会觉得你们看起来真的很困惑，就是你们很渴望一段诚挚的感情，或者说你们很渴望一段稳定的感情，但是你们的人生经历的发展总是让你们落空了你们这些的期待。好，那这样的话就是在关于以上验证牌的一个资讯。那如果说有符合，或者是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那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咯。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左边第一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来看看说你心中所想那个人，他想起你的频率有多高？那如果说有想起来的话，那他又是在想着什么样的事情呢？好，洋洋为大家抽第一张牌。第一张牌的话，这边所抽到的是权杖骑士。那权杖骑士呢，代表说，洋洋会认为其实对方其实会有想起你，但是在对于如果说抽到权杖骑士这张牌的话，他想起你的原因通常是在于，如果说当他觉得比较无聊、沉闷，或者是说他是在工作中的休息时间看到好笑的影片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就会想起你。那如果说你们关系是真的不太熟悉的话，就表示当他觉得有点沮丧，或者是说稍微比较觉得好像你这时间点应该会传讯给他，或者说你们俩应该会碰到面，但是却没有碰到面，或者是说你却没有传讯息给他，这个时候，其实他也就会想起你。虽然在抽这张牌的话，他想起你的频率并没有那么的高，可是他的心中会想起你的这个原因，主要来自于说，他会觉得在某个时间点，或者说在某一个情况，或者说某一个当下，应该是要能够两之间是已经有习惯性的会有互动的这样的状态，或者是说他在对于你的话，其实会有产生的一种他已经熟悉了，或者说已经习惯了。觉得你应该会怎么样的方式去对待他？那当出现这张牌的时候，也代表说，其实当他想你关于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说想到你的时候，也代表着其实他的心里面是想要见到你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说他会想要跟你有互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跟情形。那主要还是要看说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状态是呈现出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或者是说两之间的互动上面是不是真的在熟与不熟，或者说是断联还是没有断联，又或者是两之间的一直来往的频率是怎么样，才会在取决说这张牌的更深层的一个定义。那如果说以大方向，或者是说在一个基本的情况来看的话，是代表着其实这个人他还蛮习惯有你们的出现，或者说他蛮习惯你们俩之间的相处的模式。可是出现这张牌的话，就也不代表说一定有包含喜欢的成分。不过如果说我们真的还不确定对方到底有没有喜欢你，或者说对方到底有没有对于你们有好感的话，但是至少这是一个好的开始，或者是说这是一个还不错的两个之间互动的这个状态，至少对方不会讨厌你，或者是至少对方他不会因为碰到你，或者说遇见你会让他觉得很尴尬。因为抽到这张牌的话，对他来说，两人之间的互动上面，因为他会在乎你这个人，或者说因为你在他的心里面是已经有了一个一定程度上的分量，或者是说一定程度上的重要性，
所以他才会在不时之间会去想到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或者说会想到你们的这个人。那出现这张牌的话蛮特别，就是洋洋会觉得他蛮喜欢你们俩之间相处的那个氛围，就是说平常你们之间相处，无论是见面的频率，还是说到底有没有讲到话，或者是两之间每次对话的内容里面，至少以他的角度来说，他会认为跟你相处的时候，大部分来说的那个时光是快乐的，或者是说会让他感觉到有一股温暖的感觉，会有一股暖流的这个状态。所以呢，看起来似乎选到这轮的你们，至少在对方的心里面，你们会算是还蛮重要的一个身份。好，我们来为大家抽下一张牌。好，这边的话，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节制。好，那节制这张牌呢，代表说，或许其实在选到这一组的你们，有很高的几率，就是你们大部分来说都会是以文字讯息的交流的状态居多。那少部分的人，你们可能会比较常都是约出来吃饭见面。那如果说真的平常在见到面的时候，都会在聊天的内容呢，洋洋会认为可能讲心事会偏少，但大部分来说可能都会有一些的沟通上面的想法上的一个分享，或者是说两之间的互动上面，很多的情况都会是在把彼此之间在对说某件事情的看法会一起做分享，或者有时候如果说真的有讲到心事的话，可能都比较不会是互相交换秘密的状态，而是自己可能遇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瓶颈，或者说对方遇到什么样的瓶颈，然后跟你分享，那你可能会给他一些还不错的意见。那这组的人的话，如果说这两张牌搭配起来，有人会觉得可能某一个人是属于嘘寒问暖型的，也就是说会一直不断问对方，或者说一直不断的关心对方。那无论对方有没有给予另外一个人回应，但是因为本身在对说这段关系都会是还蛮在意的，所以就是会给一个比较适当性的关怀，或者是说一个适当性的问候。那也是因为两之间的相处过程里面，其实会有一种情感上的一个交流，或者说两之间在谈话的过程内容里面，其实都会让对方感受到会有一股暖流，然后会让他更加的去想要更了解你这个人，或者是说你一直不断的很积极表现你自己，那对方也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去了解到说，原来你是这样的人，那他也逐渐对你产生有更多的放心的感觉，或者说逐渐对于你有产生更多让他觉得很安心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呢，在他的角度来说，他经常会想起你的这个部分是在于，他会觉得其实你这个人或许蛮健谈的，或者说其实你这个人是蛮温柔的，然后也是蛮会表达你自己，然后或者是两之间的相处过程或者是互动当中，会经常让他觉得只要能够待在你身边，或者说有跟你互动这个当下，他都会有一种心里面是很满足，是很富足的。那如果说你们俩之间是有经常一起出去约吃饭，或者说有一起出去旅行的话，那对他来说就会去怀念，或者说会想到关于你们这件事情。那可能就想跟你分享美食，或者说可能就想跟你分享好看的风景，或者说可能会想要跟你讨论关于未来啊，或者说下一次你们旅途之中要去什么地方。所以呢，如果说你们是经常有一起旅行，或者说也经常一起去吃饭，表示其实你们俩之间的品味还蛮接近的，或者是说两之间在对于可能想要去的地方的想法，或者是那个模式是彼此互相喜欢的那个状态，或者是说是觉得相当适应的。那节制牌的话，如果说我们出现在这边，就表示说你们可能暧昧的状态会稍微再更多一点。可是我们要看后面的一个讯息，因为其实你们目前在对方的心里面的话，如果说出现节制牌，就表示至少在他的心里面，你们是已经有产生了一定很程度的重要性，然后他其实也是蛮喜欢跟你们互动，就是他不会想要去逃避，那也会有考虑要跟你们往更深一层的承诺去走，但是更深一层的承诺通常可以代表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是说真的要交往在一起，或者说可能是不是要有互相喜欢的状态，还是要看你们个人占卜，或者是说还要看后面更多的讯息。
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因为至少目前看起来，其实对方详情的频率，洋洋会觉得算蛮高的。如果说真的他都详情这一些，可是如果说这个人工作本来就很忙，那他可能就会比较多不会想起你，他就比较大多的时间心力都会放在他的工作上面，或是除非等到他休假，可是他休假也不需要他一个人哦。如果说还有跟他朋友，而且是很要好朋友那种出去的话，他也不太会去想起你们。对，所以呢，这边真的是完全取决在说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的模式状态，那你的频率就会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好，那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权杖四。那其实当这边我们会蛮恭喜说，至少在第一个部分的话，表示其实你们在对方心里面真的是占了有一席之地，或者是说会还蛮让他感受到是两人之间的频率是蛮接近的，甚至是很相互吸引的。因为当出现权杖四的时候，就代表说，其实两人之间的互动的这个当下，或者说这个过程，是真的让他感觉到是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或者是说会让他感觉到两人之间的互动上面其实是非常的具有吸引力。好，那这边权杖是很特别，是两个女生嘛，所以呢，如果说你们俩之间是问同性之间的关系的话，那洋洋就会很肯定，其实这个人对于你是真的会有暧昧或者是喜欢的感觉，就会有还蛮程度一定上的好感。可是这些喜欢的话，我们还是不确定有没有交往在一起，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后面的讯息有没有对方想跟你交往的这个想法，因为喜欢跟要交往这是一个两码子的事情，喜欢可以继续喜欢下去，但是交往呢又是另外一回事。好，那这句话就代表说，其实在两之间这段关系，如果说你们俩之间是异性恋的话，那就意味着其实这段关系有很高的几率就是偏向于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没有的话，就表示其实两之间这段关系其实算是还蛮就是走的算是还蛮稳的，然后就还蛮顺的，然后可能真的认识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如果说没有到适婚年龄的话，那你们俩之间又是属于这样的状态，那你要开花结果几率是蛮低的。那除非你们已经到适婚年龄，那其实跟对方要交往的几率，或者说要结婚的几率就会还蛮高。可是这个还蛮高的，有一个没办法成功的原因是在于说，如果说你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你缺少一些的条件，或者是说有一些外在的因素的影响，就有其他的家人，那可能也会去影响到你们俩之间能不能有一个美好结果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其实还是要看说两人之间的状态是怎么样。那如果说我们是以基本的大方向来看的话，至少在对方心里面呢，他想到的很多都会是一种两人之间互相接触，或者两人之间互相的嬉笑，或者两人之间互相扶持这个过程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因为时间陪伴。还有所经历的事情，所逐渐产生出来这种依偎的感觉，或者是说所产生出来这种熟悉的感觉，或者其实对方已经很习惯你们，所以这段关系中的话，看起来其实这个信任是已经慢慢的在不断的建立当中，也一直不断的在加深当中，因为其实对方已经还蛮喜欢跟你们互动，所以呢，就也是你们俩之间，如果说在实际上面对面互动，其实会反而比较能够去增加两之间的情谊，因为他想到的大部分来说都是现实相互接触的那个当下，而不会是在网络上聊天。如果说只在网络上文字视讯的话，这段关系会显得比较薄弱一点。因为对他来讲，他所想要的那就是互相的，实际上面对面接触跟相处，这个才会比较能够符合到他心里面所渴望在对于情感的这个部分，或者是说两之间互相接触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感觉。因为其实对于他来讲，还蛮喜欢跟你互动的原因是在说，第一个是你们的表态，你们表情是让他觉得比较能够直接去确认到的，然后是比较有临场感的，是比较有能够感同身受的。所以人家才说，大部分的网恋为什么有时候会失败的原因，也是在于说，因为实际上面对面相处，跟两之间只透过文字视讯方式相处，其实会有一个蛮大的落差。那或许是因为其实这个人比较偏向于说是那种感官型的人，就是说，如果说两之间，应该说，如果说是他身边有你跟另外一个人都是认识2年，然后都一直用同样方式去相处的话，那他比较能够去接受的是现实能够面对面，而且那个频率相处的，实际上面对面的相处频率要很高。如果说都只是
1个月不是1周可能才见过1-2次，可是另外可能如果说真的见了1个礼拜见了3-4次，那对他来讲就会比较喜欢是见了3-4次的那个人，就是因为其实这个人他很喜欢实际上互动相处的那个当下所产生的氛围，或者是说那种面对面相处的这个状况。好，所以如果说你们是远距离的话，洋洋会觉得你们可能要再考虑一下这段关系，或者说再多留意一下这个人的他的交友的状况，因为要不然你们蛮容易会成为有达以上恋人未满的情形，然后也建议你们有的时候可能对他的付出也不要太多，对，因为看起来其实没有那么的明朗化了。对，那如果说是同性之间的关系的话，那你们可能可以稍微期待一下，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更多的讯息，所以也不太敢保证你们的关系是不是真的能够一定走向在关于交往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好，那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月亮牌。好，那月亮牌呢，就代表说，在对于你们俩之间的他想到你们的部分的话，也有一部分就是在于说是在晚上的时候，所以其实对他来讲，看来他想到你们几率有时候也蛮高的。可是洋洋会认为这段关系里面，如果说在问你他想起你的频率的话，那有可能有很高的几率，第一个是或许他在对于说这段关系当中，他所想到的第一个是他可能跟他原本的情感的对象并没有那么合，或者说可能受到一些的伤害，那他想起的时候也会想到这个部分，会一起去想起来。然后第二就是有可能他会把2个关系一起做比较，可能是因为这个人他蛮害怕受到伤害，或者是说他蛮渴望自己能够遇到一个真正对的人，他不想要再一次的选择错误的人。然后第3个的话，就是如果说对你们是属于地下恋情，是属于第三者的话，那就意味着说，本身这个人他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他比较没有办法给予你未来，或者是说他会比较害怕，没办法给予你承诺，但是他又不想你离开，所以本身以他自己的角度来说，其实他会蛮担心你会离开他，但是他又不敢离开他原本的正宫，因为他原本正宫对他来讲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说那个正宫其实是能够带给予他安心的感觉，可是在你身上会让感觉到有一种恋爱的新鲜的感觉。那这样这2者之间，他会觉得没办法从中取到一个平衡，或者说他其实也还在摸索，对于他自己来讲，他到底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再就是这段关系的话，他对于你的思念呢，或者说对于想到你的频率的话，其实他也没办法，太过于的让自己去投入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这个原因也是在于说，人会认为其实他对于你的喜欢可能真的还没有到那么的多。如果说是以这张对不起，是以这张月亮牌的话，因为对他来讲，感情里面他可能本来就比较没有安全感，然后他这个可能本来就是心思上面是比较细腻的，或者是说是容易想的比较多的，或者是他在对于感情本来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容易的去信任别人。所以对他来说，现在他的状态就是，如果说当自己要投入一段感情，他一定会非常的谨慎，或者是说会想的非常的多，除非他真的准备好了。要不然这段关系基本上是很难会有一个进展的机会，或者是说他会稍微比较有点提防的这个状况。所以反而如果说我们抽到这张月亮牌的话，会建议说你们跟对方相处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不要太过于积极，偶尔稍微疏远一点，或者说偶尔稍微保持一点距离，或者说偶尔稍微2个人之间就各自各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分享上也不要讲太多。一直好像希望确认关系这些话的话，那其实比较能够去推动这段关系。有时候太过度，反正这个人他会吓跑。
好，那今天我们所抽到的是圣杯侍者。好，圣杯侍者、圣杯侍从的话，就代表说，其实在两之间的这段关系，他想到的时候，大部分来讲，就刚刚前面提到的，都是一些在快乐的部分，或者是说愉快的相处的回忆。那本身代表说，其实这个人他在对说你们俩之间的情感专注力是没有那么足够的。也就是说，在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其实他有很想要跟你有更深层的互动，或者说想要跟你们有更多的相处上的想法，或者说希望两之间的相处上面是可以愉快快乐的。可是也有可能是因为两之间会有一些的差异性，或者说会有一些没办法去跨越的事情，或者说有两之间都没办法去解决的这个问题，所以导致于说让他自己在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他心里面会有很多的忧虑跟担忧，然后就是他现在目前在对情感的专注力可能没有到那么的足够。那当没有那么足够的时候，就代表着其实他也会蛮容易会想要选择其他的人，或者是说他有其他的情感的对象，或者说可能会有其他让他觉得更不错的人，所以他本身在想到你们，或者说在面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才会没有办法那么的专注在，或者说只特别在你们这个人身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张好了。洋洋会觉得，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呢，似乎对方本身在对待于这段关系，他没有到那么的完全把你列为很专一，但是至少你们俩之间相处的氛围是对他来讲是愉快的，对他来讲是舒服的，然后会让他想要多跟你们有更多的接触。那本身也可以代表说，或许你们现在目前的话，如果还没有那么熟，表示其实对方对于你这个人是蛮好奇心，很好奇你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那这样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七。好，那钱币七呢，就代表说，在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会想要拉的比较远，或者是说想要拉的比较长，或者说他会想要愿意的继续投入在你们俩之间的这个关系里面。那当两之间的这段关系当中，看起来啦，你们好像其实缺乏了更深层的了解。也就是说，你虽然好像有一部分人会觉得好像你非常了解他，但实际上他应该在你面前是有所保留，或者是说他这个人蛮懂得在面对不同人的时候，他所表现出来的个性或者是状态是比较能够跟这人相处舒服的，那就用这种方式跟你相处。所以他在面对不同人的时候，其实他的模式会不太一样。那至少可以知道说，其实这个人他会比较希望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是能够的很长远、很长久。那如果说你们俩之间的相处的状况之下是在有跟工作有关的话，就表示其他蛮喜欢你们认真工作的样子，或者说你们可能认真做某一件事情的那个样子、那个状态。所以呢，表示在这段关系里面，他很享受的是两之间你为了某件事情努力，或者说两之间一起为了某件事一起努力的那种的一个感觉。所以呢，看起来啦，目前看可能偏向于朋友的感觉会比较多的原因是在于说，因为他喜欢这一种一起努力的互动的感觉，或者是说会很喜欢两之间一起想要相处下去的这个氛围。除非你们俩之间是已经结婚了，然后你来测这一个的话，那可能至少对方就对你来说，对他来说的话，你就是一个非常良好，或者说非常想要走一辈子的对象。可是如果说你们还没有结婚，只要是还没结婚的人，就表示其实这段关系偏向于朋友、伙伴、同事几率非常的高。那高度暧昧的话，就是必须要是同性之间的几率才会比较好。对，大部分来讲，如果说你就有暧昧的话，比较多是你个人单方面的暧昧这个状况。可是至少如果说再花更多时间，或者是说你们多了解一下对方他喜欢的类型的人，可能你们就会很有机会。好，这是关于你们第二趴的部分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趴的部分。第三趴我这边所抽到的是权杖十。好，那权杖十呢，有人会认为说，如果说你们是同性之间的话，你要先确定一下对方到底是不是也是喜欢同性。如果说对方是喜欢异性恋的话，那其实这段关系基本上你们就也没有机会了，就也不用想太多。好，然后再来，
如果说你们俩之间是异性恋的话，会建议你们可能要去留意一下，或是说去了解一下对方他目前的感情观，他目前在对于感情，想不想谈恋爱的这个看法是什么？因为其实似乎看起来这个人他目前生活中有一些让他觉得比较难以承受的压力，或者是说会让他觉得心上面是还蛮累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因为呢，现在很多外在的原因，或者是说外在的因素，导致于说让他本身现在是没有太多的心力想要去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他比较没有办法把太多的专注力在你们这个人身上。那当你们俩之间关系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的一些的付出可能太过于急躁，或者说你可能做的太多，会让他感到还蛮有压力的，或者说会让他没有办法那么平常心的面对，或者是说，看待于你们。所以如果说你们会想要去推进这段关系的话，不妨你们可以偶尔尝试一下跟以往不一样的相处方式，跟他相处看看，然后你们可以再去做一下占卜，那就可以知道说到底对方他本身在对于想要跟你们互动这个方式是不是他喜欢的。但是洋洋会认为说，或许这个人他因为对待于你是还没有到那么多的感觉，可是你对他的感觉已经到很满了，或者说你已经到有了一种非他不可的时候，可是他可能对于你还在想要了解的阶段。那当两之间不为谋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产生这一种情感上的一个落差，那就也很容易让关系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去进展跟进行。对，然后如果说这个人最近工作真的很忙很累的话，或者他属于高压的工作的环境的话，会建议你们尽可能就可以以轻松的方式跟对方相处，因为他的工作已经很让他觉得压力非常大了。那现在他就会觉得希望尽可能的自己的对象都是可以让他自己比较放松的，不要再像以前，或者说不要觉得自己好像跟你相处又好像自己在上班一样，他觉得这样子真的是还蛮累的一个情况。那没关系，我们就来看一下是给予一般会员你们讯息，我们就来看看说对方他目前会会想要谈感情吗？好，对，我们就来看一下关于这个部分。那如果说是给予双同性恋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说他目前的生活重心在哪里？对，他目前的生活重心。好，我们来看一下抽第二张是什么。第二张所抽到的是圣杯九，那圣杯九就表示说，其实他这个人目前可能在对于说想要去变动、改变他自己目前的生活的想法，其实是比较偏少的。所以这时候洋洋会觉得，或许是因为现在就算他的工作或他的生活可能没有到那么顺利跟顺遂，但是可能跟以往相比的话，可能是真的现在是真的好了非常多。所以他其实还蛮喜欢现在你们俩之间相处的模式，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现在相处的这个现况。那如果说当你们可能想要再去更加的推进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你们想要去推动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他就会先以他自己的现在目前的心情为主。如果说他心情好，或说他想要联络你的时候，他就会联络你，就会回复你，那可能就会跟你有更多的互动跟交流。所以表示这个人如果说你们还没有到那么熟的阶段的话，会建议你们就是可以想到要约他再约他，或者说他约你的时候就可能尽可能的啦，就是去赴约，就是不要那种事先约好。如果说通常这种牌的话，不熟的关系事先约好很容易会跳票，因为他就跟着他的心情走。但如果说你们真的很熟了，已经认识非常久了，那你就可以先提前约他，因为对于他来讲，他很重视每一次的赴约，就尤其是在对于说真的是非常熟的人，因为他很重视每个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的交流，或者是说很重视在关系之中之间是不是有相互的同等的付出跟对待。可是如果说你经常可能会用一些可能工作很忙，或者说你可能家里什么样的事情，他可以有事，但你不能有事情，这是一个比较不公平的。但是因为他的性格就是这样子，对，他就是不喜欢你们俩之间相处呢，你总是在拒绝他，可能
可能只能拒绝1-2次啦，通常是建议不要拒绝到第2次，除非那个间隔很长。对，要不然基本上会建议，如果说你能够去，就尽量去，也不要太多的担心跟害怕，因为他会喜欢那一种说走就走，或者是说他很喜欢总是会有人陪在他身边的感觉，但这并不代表说这个很怕孤单，只是他很重视关系之中的相处的模式跟方式，是不是会让他感觉到是比较舒服的，或者是不是当他需要的时候，对方就会陪在他身边。好，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宝剑王牌。那宝剑王牌就代表说，其实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会建议你们可能最近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出现宝剑王牌就表示其实这个人他逐渐在去把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的相处的模式快要定型了，或者说他想要去改变你们俩之间的相处的方式，所以表示说当模式跟方式要去改变的时候，那情感一定会跟着去做调整跟改变，所以接下来这段关系的话，有很高的几率是会一拍两瞪眼，就是说不是最好，不是越来越好，但就是越来越差。因为最近的他已经在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相处的方式，他已经感觉到有点有点觉得蛮疲乏了，或者说他已经觉得有点无聊了，或者说他可能已经觉得两之间相处太没有火花，太没有新鲜感。所以呢，以他的角度来说，就会希望说，接下来两之间的互动当中，一定要产生出一种新的方式、新的模式。可是，这就要完全取决于说他自己本身的性格，要怎么样的去做决定这段关系。所以，接下来你的个人的表现，或者说你可能跟他相处的互动、你的表态，或者说你的想要跟他接触的时间点，可能这些一切都要想的，就是你可能要稍微想清楚一下。因为接下来他对你的态度一定会有所转变，所以建议接下来你们可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对方所回复你们讯息的频率，然后你们每次出去所去的地方都是哪边居多，后面开始会不会减少很多？对，然后再留意一下这个人，他最近可能在对于你们俩之间见面这件事情，他放鸽子的几率，或者说他可能改约的几率，约定的那个时间的几率，是不是有点越来越高？当有符合这些以上都越来越高的时候，就表示这段关系即将要迎来了是一个新的转变。那新的转变通常都会是偏不好的，因为刚刚提到这种都是它是一直在跳动，一直在浮动。那跳动跟浮动的话，就代表说对于你这个人的专注力就越来越低。那越来越低，就表示你越来越没有任何的竞争力了。你们可能就要稍微小心一下。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记得去看你们专属的会员的讯息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2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看到在验证牌的地方是你们目前呢在对说这段关系，你们感觉到比较不舍的地方是什么？好，那首先我这边所抽到的是女技师。好，那这样的话呢，其实看起来对于你们来说会感觉到蛮不舍的，一个事情是在于说，洋洋会觉得其实你们在看待于这段关系的话，似乎你们会比较像是在追求着两个人之间在心灵上的一个契合度，或者是说你们会比较，其实你们心里面是蛮渴望想要去完全去信任对方，但是或许有可能因为这个人的外在，或者说这个人所带给予你的气质，或者说可能跟这人之间相处的氛围，或者说对方的谈吐之中，会让你们觉得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信任对方，或者说会让你们觉得可能对方跟你原本心中所预设的那个人设，或者是说可能对于他的判断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的这个部分，你们会觉得跟他实际上所表现出来，还有你们心中所想的、脑袋里面所想的是有点落差的。所以呢，你们本身在看待说这段关系，你们会觉得，自己如果说
能够知道关于更多他的事情，或者是说你们一直不断的逼迫自己，希望能够不要用那么局限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人，以及看待这段关系相处的模式。但是你们或许可能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或者说你们可能是比较追求所谓互相承诺彼此，或者是说互相的相信彼此，就是完全相信对方的那个状态的一个相处的模式，或者是说你们蛮向往着所谓心灵上的契合度，还有你们很渴望找到一个人生中的一个未来的伴侣的这样的心态。所以你们自己本身在想到这段关系的时候，你们会觉得不舍的原因是在于说，自己为什么没有办法那么完全的投入在这段关系里面，总是会觉得哪边卡顿，哪边不对，或者说好像哪边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你们会觉得可能自己本身在看待说这段关系，或者说跟对方相处的那个过程里面，你们的直觉力、你们的感知能力、你们的灵性能力还蛮高的，还蛮强的，或者是说真的还蛮厉害的，所以让你们本身是没办法完全的去投入在你们俩之间相处的过程里面，或者是说这段关系。所以洋洋会认为说，其实在这组的你们，最主要是因为你们其实内心里面是真的蛮害怕受到伤害，所以你们现在目前在看待说这段关系的时候，你们就会比较偏向于是用一种理智的方式去判断，或者说你们会比较是推崇是依照自己内心中的感觉，以及过往的情感中相处的模式，或者是说过往情感里面所遭遇到的事情，所遇到各种的人，把它统整出一个系统，或者说把它统整出一种的你自己个人的资料库。所以当你在遇到任何人的时候，你就会不自觉的会有这些资料库会抽出来，然后就开始去做个比对，然后就开始去对说这个人，或者说你们之间相处的状况，你开始就会去做很多的预设立场。对，那当然如果说对方每次又有掉进了，或者说有符合到你的预设立场的话，你会觉得啊，那我的判断是对的。那其实每当一直不断的重复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你们自己本身在对待说这段关系就会变得是更加的理智，你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很用心的投入在里面，就会逐渐的没有办法感受到所谓那种爱情的感觉。但是其实你的内心之中是很渴望想要有一段真的让你们是能够享受的一个爱情的一个氛围，你们追求的是爱情中的一个感觉，热恋中的一个状态。可是每次好像就是会因为很多的原因，或者是说会有一些的突如其来的状况，然后就让你们开始有点慢慢的去浇熄了自己这方面的一个热情。所以你们目前觉得蛮不舍的原因，就在于说你们其实很想要投入这一切。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圣杯骑士。好，那圣杯骑士代表说，演员会认为第一个是你们至少其中有一个人可能是有不同的在意的对象，没有到喜欢，就是会在意，会去观察，所以会觉得其实本身在看待说这段关系，或许才会没有办法那么投入在里面。第一个是可能会有想要找新鲜感，然后第二就是可能会不自觉跟别人产生出有一种暧昧的氛围。然后第三种就是会觉得，其实这段关系可能会有点难以掌控。那也会推估，如果说我们是以对方的，应该说以你的角度去看待对方，有可能对方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很喜欢社交的人，或者是说可能就会是网络上认识的，或者说可能就比较少见到面的，或者说比较不熟的。那对我来讲，就会觉得，这段关系真的会有很多让你觉得，必须要去担忧的地方，或者是说必须要去留意的地方。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就会让你们会不自觉的把这个人去想成是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去在意你们，所以可能才会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占卜的题目。然后或者是说你会觉得对方可能是不是有其他的对象，或者是你在对方心里面是不是能够占有一席之地，或者说很重要，还是说他到底有多在乎你等等之类，你会有这方面很多关于对于说这段关系之中，或者说对于这个人会有这方面很多的担忧跟想法，就是你们俩之间见到面的时候，你很享受这一切，你很享受他对你好，你很享受他对你的目光，你很享受他陪伴在你们身边的那个状态。可是当两个人一分开来之后，你就会很多这方面的想法出现，或者说你看就有很多对于说这段感情里面，或者说对于说这段关系之中，你是有没办法去
放下的这个部分，或者说没办法完全信任对方的这些的猜忌，或者是说这些的疑虑。然后如果说是以你自己本身的话，就是有可能你们现在或许因为没有办法完全去信任对方，所以你们其实有时候算是骑驴找马，或者是说还是有去和别人可能会有一些蛮暧昧，或者说会有一些像朋友又像暧昧对象，就是在于朋友跟暧昧的中间的那个氛围的人去跟对方相处。就是你们会有发现到说，其实自己会没有办法完全是专注在于你自己心中所非常喜欢这个人的身上，比较多是在于说你要如何去展现你的魅力，或者说别人对于你的魅力，它到底是多么的多么的让你会去专注在他那个人身上，或者是说对方所给予你的回应跟态度是你心中所想要的。其实有的时候你自己本身在看待两之间的关系，你会有点漂浮不定，因为你们其实自己本身也在找个真正适合你们的人，那你们自己也是会很担心，如果说这个人真的不是自己所想要的话，你们想要赶快去抽离。其实你们想要抽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你们很花心，而是你们可能不想要再蹉跎时间，不想要再浪费感情，或者说也不想要再把不适合自己的人绑在自己的身边。你会觉得其实这一切都蛮累的，所以你们其实就是很渴望可以找到一种灵魂伴侣的感觉。对，就是好像在找某样感觉、某一种人、某一个人的缘分。那现在对于你们来讲的话，就是处于在一个还在寻找的这个阶段，可能你们会有时候会觉得，哎，好像是这个人没有错，但是久了好像就觉得，哎，好像又不是。那自己是不是应该要再重新的去思考一下，或者说自己要重新再去找一下？好，那这样我这边所抽到的是权杖四。好，那权杖四呢，代表说，有可能这组你们的状态的话，或许有很高的几率，就是你们可能都会见面，都会互动，没有错，或者你们关系其实算是还蛮好的。可是你们之间实际上接触的时间好像还蛮短的，例如说可能一整天下来，你们就只有接触1小时到30分钟到1小时。那如果说一整周，可能就只有1、2天，然后就只有1、2天之内就只有30分钟到1小时。就是说你们俩之间关系是不错，没有错。然后你也可以感受到对方其实是在意你的，或者说对方其实对你也不错。那你对于他，你其实也不错。那你其实也是蛮在意他，只是在两个之间的这段关系当中，你会觉得就是缺少了一种心灵上的一个感应，或者是说缺少了一种稳定的感觉，就是你很想要就是待在他身边，是感觉到非常放心跟安心，然后你也希望能够感受得到，因为我们刚前面提到你的直觉很强，你的感知能力很强，所以你也会希望说你待在他身边的时候，你也是能够感受得到他在对于说这段关系，对你们俩之间相处这个当下，他是很享受的，他就感觉到很安心的。但是似乎看起来就是你们其中有一个人就是没有这么做，就是你没有办法感受到你自己或者是他的部分。所以呢，在对于你来讲，想到这段关系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少了一点什么，或者说少了一点缘分的感觉，或者说少了一种安心的感觉，或者说少了一种心灵相通或者说心电感应的感觉，就会觉得两之间的关系因为缺少这个部分，所以反而会让这段关系，或者说对于你的话，会没有办法那么顺利的前进，或者说反而会对于说这段关系会有很多去担忧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这样的话，以上我们第二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资讯。那如果说符合，或者是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喽。我们来看到选到中间第二组牌组的朋友，那么来看看说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想起你的频率有多高？那他又想起着关于你们俩之间什么样的事情呢？好，这边的话，首先我们所抽到的是愚者牌。好，那愚者牌呢，代表说，其实他在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其实他更加是看重他自己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他到底开不开心，快不快乐，然后他有没有被你追着跑，还是说他是不是有被你必须要去强迫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代表说，其实在以他的角度来说，他想到你们频率基本上洋洋会觉得偏低啦，除非你们俩之间是非常的都是那种很爱玩的人，那很爱玩的话，可能就是例如说都会去酒吧啊，或者可能都一起去出国旅行，或者是会一起去
比较大多可能都是走那种比如说那种耐力的跑步，还有爬山，还有户外的。现在冬天可能不会有人会游泳，但如果说你们夏天有一起去游泳啊、潜水，或者有出海的这一种，那他也会蛮容易会去想起你们。可是如果说你们一宅的相处模式都是在室内，或者是在市区内，或者说比较没有是那种往外跑的这个状况，比较多是在平地，或者是说比较多是大家一起，比较少两个人一起的话，大家一起如果说一起出海，一群人一起出海，一起去潜水，或者说一起去爬山，这个是 OK。但如果说之间的话，比较多是一起在市区内或者说室内做什么的事情的话，其实对于说双方之间的关系，其实他比较不会去想到你。那这边原因是在于说，其实这个人呢，他无论说他的外表带给人是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说他本身的外表的状态、性格是什么样的人，那本身他自己呢，还是会很相处在于，或者是说很沉浸在于他自己个人的目前的现况，或者是说很沉浸在他自己会觉得比较自由的这个情形。其实最大的原因也是来自于说，本身这个人他在对于情感，或者说在对于你们俩之间关系互动上面，其实他会觉得对于你可能没有太多让他觉得会想很深刻记住的事情，或者说跟你相处过程里面，两个之间比较没有太多的火花，或者是说没有太多的那种亲密的互动，或者说两个人之间其实比较没有来电，所以呢，他对于你的好，如果说有的时候会让你误会，或者说让你感觉到有暧昧的话，那你们又表达出来给他，基本上他可能不太会发现。可是如果说他有一天真的发现，他会稍微对你们可能会稍微比较的退离，或者是会稍微的比较跟你们两个人之间是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其实在对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就真的也没有想的太多。那他自己也不太会去想到关于你们俩之间可能有一些暧昧感觉。如果说他真的想到，都是那些比较快乐的，或者说可能是那种好笑的事情，比较不会是那种你侬我侬，或者是说也不太会去想到关于情爱的感觉。而且当他想起来的这种氛围呢，比较多是一种带着轻松自在的。或者是说是比较有一种顺其自然发展的这样的想法，也就是说没有喜欢的感觉。简单讲，如果说你们会觉得，哎，想起来他是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是说会更加在意你的，他在意你会有，但只是在于说两人之间是属于那种友好的状态。如果说是想更深的情感的话，其实这部分是非常困难的，也几乎到没有这方面的感觉跟想法。所以会希望说，你们如果说在对说这段关系会有一些的期待的话，会建议你们可能要稍微深思熟虑一下，因为或许可能会让你们失望。好，那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九。那钱币九呢，这边代表说，如果说你们俩之间是有同事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可能会有商业利益上的关系的话，那至少这段关系接下来你们还是会有一定程度上的接触，也不用太担心对方会想要远离你们。其实也是在于说，他在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的状态的话，他很享受现在这个模式，然后他也不太会想要去做任何的改变。那或许是因为他在对于这段关系之中，他没有太多特别的感觉，或者说没有太多特别的感情，所以呢，他就会先以现在目前当下的这个状态。那如果说你们可能真的曾经有去占卜过，说，哎，老师跟你们讲很有缘啊，或者说你们可能去庙里拜拜求签，也说你们很有缘的话，庙里拜拜求签，可能建议你们再去重新看一下前十它的里面的故事，应该有一些的讯息给你们。好，那如果说是其他占卜老师，可能就代表说，在两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有缘分，但是在关于爱情之间的缘分的话，可能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验证一下，会比较好。因为其实这个人他确实还蛮喜欢跟你们相处，然后觉得跟你们相处其实是蛮快乐的，是觉得能够感受到有一种很自在的感觉。可是这个自在的原因是在于说，是你没有在过度干涉他的这个状况之下，所以其实只要当你们越
靠近他是想要希望对方给予你一个独一无二的回报，或者是说你们对于他的好，会希望他能够永远都待在你们身边，而且应该说只专注在于你们这个人身上的话，你会发现到说，其实这个很困难，除非要有某一件事情，或者说要某一些的赚钱的机会，那他才会特别对你好。要不然基本上的话就没有。那如果说像超这边你们是网络上认识的人，你们还没有实际上面对面接触的话，然后你们现在来算这一题，会建议你们要先确认一下对方的目的性是什么，他到底是真的人呢，还是诈骗，还是说用别人的照片？好，如果说你们反正基本上呢，只要是还没有见到面，然后是网络上认识的话，你们就先听到这边就可以了。你们先确定一下对方到底是真的是长这样子，跟他照片一模一样。如果说照片长得不一样，那基本上这段感情也是无疾而终。那你们就可能比较适合听别的选项。只是如果说你们是网络上认识的人，就现在听到这边的话，视讯不算哦，因为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说，中国那边现在有很多 AI 的。视讯上面或者说电话中的一个诈骗，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一下。所以会希望说大家可能现在在对说交友这个部分，或者说喜欢上另外一个人的话，会建议你们尽可能就是一定要有先实际上面对面见过对方，再看看说其他的占卜，因为这样才会更能够符合到你们的状态。好，所以接下来杨会讲都比较偏向说是一定会有面对面接触的这个为主。好，那这边如果说是有面对面接触，就表示说，其实这段关系呢，如果说我们真是有商业上，或者是说有金钱合约上的关系的话，那这段关系其实接下来你们要突破的几率其实蛮低的，因为对方想到你大部分都可能跟谈生意有关，或者说可能跟金钱有关，或者是说跟两之间的共同的兴趣要去执行某件事情，团康活动，或者说参加一些的比如说赛跑的活动，或者是说潜水活动。现在冬天太冷，可能不会潜水，但至少两之间一定要有，他可能会比较倾向于说是那种有互动性的东西，而且他对于说邀约你这件事情的话，无论他多热情，其实都是只是在于说他自己本身现在目前的这个状态，都是倾向于说是把你当成是一个很好的伙伴的，因为他现在很享受他自己的个人的生活的模式。所以呢，如果说你们真的都是比较偏向于室内的话，或者说比较偏向于市区型的活动，比较没有那种往太远地方跑，或者说比较没有往山上，或者说没有往海边跑的话，那其实这段关系基本上对方其实他就真的只是把你当成比较像是朋友之间的关系，那他想起你的频率就真的是也是刚前面提到的，真的还蛮低的。那想起你的如果真的有想起你的话，基本上也都是属于那种你们之间的照片啊、合照，就稍微简单看一下。看到也没有太多的情感上的波动，就是一个认识的人。好，简单讲，我们就把它简单讲叫做一个认识的人。就是这段关系基本上他也是会想要尽可能的是以照顾到他自己的状态，或者是说是以他自己所喜欢的模式跟你们互动相处。那他现在有可能也是比较针对在于说，他会想要先继续的在自己的工作上，或者是说他现在既有的人际关系之中，如果说想要再有更进一步的交流，或者说更进一步的交往发展的话，基本上是还蛮不太有机会啦，那个几率是蛮低的。好，那今天我抽到的是战车牌。那如果说当我们这边抽到战车牌的话，其实就很高，其实就表示说，其实接下来这段关系呢，只要你们没有做太多逼着对方要去做决定的事，应该说逼着这段关系要往着你们所想要的关系走。比如说你们想要跟他有更深刻的交往的话，只要你们心里没有这样的去逼迫对方，因为有时候一个人心里怎么想，其实行动上会不自觉会那样做，除非你是一个很会掩饰的人，或者说你可能对于像电影一样、戏剧一样是很有技巧性的人，那可能就另当别论。那大部分来说，洋洋会建议说，其实你们要先转换的是你们个人的心态，因为其实现在对于他来讲，想到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他会倾向于说是这段关系稳稳的维持就好，或者是说这段关系就是先维持在一个快乐的状态，或者说不会有太多的过度的那一种交集，或者是说过度的逾矩越线的情形。其实对方他把你当成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朋友，或者说把你当成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对象。可是好的对象的话，比较像是一种聊得来的人，所以其实这个人他无论对你讲话多么的做自己，
或者说对你讲话多么的好像让你感受到他把你当成非常重要的那种挚友的感觉，其实会建议你们，其实他还没有到那种程度，只是他习惯对于人比较熟之后，说可能比较有话题聊的时候，或者说可能比较之间比较有互动性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往这方面去对待。或许如果说是同性之间的话，你们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对方他在对待于你的感觉上，其实这个情节洋洋会觉得可能就会有点像有一部Netflix 演的，好像此时此刻吧，就是躲避球片那个就有点像是男的那个部分，就是现在这边的状况就有点像那种好像有一种暧昧的氛围，但事实上他没有这方面的想法，他只很习惯跟你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你。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不自觉的陷入到了这个所谓自我的遐想的空间里面，或者是说不自觉会一直觉得好像对方给予你一些的暗示行为的话，其实后面你们会受伤，因为其实对方现在面对你、对待你，就是他只是觉得你们俩之间很有话题可以聊，然后觉得跟你相处是很轻松自在的，也是会觉得跟你相处其实是快乐的。那这样状况之下，其实他就会比较倾向于是想要跟你继续维持在这么友好的状况，可能就是说还是有可能会再更好，但是更好呢？对于你这种有喜欢他人来说，你会觉得有暧昧，但对他来讲，就只是把你当成是一个非常聊得来的人，会觉得跟你相处是觉得很轻松的，是很愉快的。所以呢，这一组的你们的话呢，要留意一下，如果说你们还不知道对方的感情状况，可以再稍微确认一下，对方到底现在是有没有另外一半。他可能单身的人比较不会有喜欢的对象，比较多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就是可能已经单身很久，他要喜欢上一个可能也很难。好，那如果说你不确定对方的婚姻状况，或者是说他的感情状况，会建议你们先确认一下，他到底现在有没有另外一半。无论他有没有另外一半，那只要他是有，或者说，应该说他跟他另外一半不管好不好，只要是还没有确定分手，你们俩之间没有讲清楚的话，那这段关系，其实如果说你陷下去，对你来讲都会是蛮大伤害，因为洋洋会觉得这边有隐藏讯息，就是在一个基本的状况之下，是有很高几率，就是其实这个人应该有另外一半的。那可能他跟他另外一半的情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或者说他跟他的另外一半的状况是两人之间可能一个月才见一两次面之类的。因为洋洋以前有遇过个案，就是他可能跟他另外一半一个月才见一次，但他们俩之间还是算是有交往在一起，但是两之间就是开放式关系。对，所以这边的话就是会希望说你们可以参考一下，但这个是在对于交往阶段，如果婚姻的阶段，洋洋还没有遇过类似的。对，所以会希望说这组的你们一定要先确认一下对方的情感状况跟他的婚姻状况，避免你们遭受到了法律上面的就是你们不小心陷入了桃色的风波，这对我们来讲是洋洋会觉得是蛮可惜的，因为对方坏，就反而害到你们了，这是一件希望你们可以避免的事情。好，这是关于你们第一 part 部分，不小心讲的有点太丰富了哈。好，没想到后面会讲的这么的劲爆，也没有想到，就是突然看到牌卡就会有这方面的讯息进来，就跟你们分享，就是希望说你们要留意一下。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到是在关于魔术师。好，那魔术师呢，就代表说，其实你们这段关系当中的话，如果说是前面的愚者，我们现在抽到魔术师，洋洋会觉得，其实你们现在目前在他的心里面，就确实还蛮常容易会去想起你们。可是这个想起，大多是在说，当他觉得他生活中很无聊的时候，或者是说，当他觉得自己的生活想有更多的刺激，或想有更多的新鲜感，或者说希望有更多的人是能够陪伴他的话，那么因为你们俩之间相处是让他感觉到是很愉快的，或者是让他感觉是很有一种归属感。或者是说会让他感觉到一种新鲜感，所以呢，他就会去想起你们俩之间的一个事情。那如果说你们俩之间真的是曾经有上过床，或者是说可能真的会有一些比较亲密上的互动行为的话，亲嘴、拥抱啊、牵手，那他也确实还蛮常容易会去想起这些的一切。那例如说，这边的话会建议说，选到这组的你们尽可能之后不要再传一些比较私密的照片，因为这个部分的话，好像对我们来讲会有一个蛮大的危险性。对，会建议你们，可能这种会留存的几率还蛮高的，所以你们尽可能的就是不要
就是说尽可能之后啦，不要去做这方面的一个行为。好，那反正在你们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的话，其实对方会很喜欢跟你们相处的那个氛围跟当下，所以他很常会想起两个之间交谈愉快，或者说你总是能够去应和他，或者说去附议他，或者是能够去陪伴他，一起做一些他可能想要去做的事情。对，那无论说是哪方面的事都是一样的，他就会所以当他找你的时候，会特别针对于你一定会答应他做这件事情，他就去找你。如果说你拒绝他，可能会觉得蛮难过的。对，可是他难过的原因只是在于说啊，你在我的控制范围外了，怎么可以这样子的这个想法，就是会很喜欢跟你相处，很喜欢跟你接触，很喜欢跟你互动。可是这个情况之下，只是在于说，他对于你，他觉得不太需要负任何的责任，或者是说他会觉得自己在对说这段关系，你是不太会去逼迫他做一些他可能不想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呢，以另外角度来讲，就代表说，其实他也会认为能够把你拿捏的好，或者说已经把你拿捏的死死的。可是这个对于你来讲，可能就不会是你所想要的，因为你们所想要的就是一段稳定的关系，或者说你想要就是因为你爱他，你喜欢他，所以你会去包容他，愿意去陪伴他，做一些可能你自己也不太愿意想要做的事，只是基于在于你是喜欢他这件事情，你是爱他的。可是在他的角度来讲，他会觉得因为我知道你对我有好感，所以当我对待于你的时候，我就会容易的把我要对你负责任这件事情，先把它抛诸于脑后，或者是说会稍微忘记这件事，会短暂忘记。等到他觉得愉悦完了，或者说可能该做的事情，他想要找你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之后，那他才会开始觉得，好像我不应该这样子，那下次我要改进。可是殊不知，他每一次都是一样的想法。那对于你们来讲，其实会没有那么的公平，会觉得他这个有点活得太过于自我了，或者是说真的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真的没有到那么的愿意想要去负责任。所以这边会建议你们说，这个人他其实想你们对待于你们是还不错，没有错。那他也觉得关系两之间相处是快乐的，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可是呢，他俩之间在对说关系中的一个未来的方向是不同的想法，是不太愿意想要那么快的去应该说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去推进你们俩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其实像你们这边就很适合去做很多各种的占卜，就看你们自己现在心里面的疑惑是什么。好，那这样我抽到的是宝剑骑士。那宝剑骑士这边，洋洋觉得说，如果说当我们这两张牌搭配在一起的话，那你们就要小心说，这个面对你们可能会有情勒的状况，或者是说，他容易会把一些情绪发泄在你们这个人身上，或者是说会在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里面。其实也不是说他故意要这么做，而只是单纯因为他觉得你是能够去承接这一切。然后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因为你们俩之间可能真的太熟悉了，然后或是他在面对于你的时候，他其实觉得已经有还蛮觉得是能够跟你讲很多心里的话。其实往好的方面讲呢，代表说两之间心灵是相通的，所以他觉得，他能够对你很放心，你不会离开他，所以他会不自觉对你有一些的坏脾气。就是我们刚刚前面就说一般讲的，越是亲近的人，越容易要去承载对方的负面情绪，就类似这种情况。那当这种状况之下的话，其实就代表说他就是因为没有那么重视你，所以他才会不自觉的想要一直把情绪宣泄在你这人身上，或者是说会不自觉想要去对于你这些有情勒的这个行为。所以当我们以比较负面的讲法，就是其实这个人面对于你就真的比较随便，比较随意，然后也是没有真的那么重视你。因为如果说当他一直不断把负面情绪丢给你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面承受压力也是很大，也是必须要去面对他的各种的无理的要求，或者是说你的负面情绪他又不愿意去接受，就变成说你们俩之间的付出是单向的。对，因为如果说在面对感情，当然一定要尽可能是两之间是双向的，那这样付出才会有意义。如果说只有单向的话，其实当一个人的情感表现出越卑微的时候，其实你们会越容易得不到对方的重视。这个你们要千万记得这件事情。
那当然对方现在没有到这种程度，你们关系看起来也好像也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是已经快要往这个方面去走了，所以就是回头是岸呐，各位哈。所以呢，这边其实会蛮希望说选到这一组的你们，其实接下来对方所对待你的方式，或者说想起你们这段关系的话，他确实对你好的时候会很好，但对你差的时候，就是你真的会找不到这个人。他就会说我可能在忙，或者说可能去做别的什么事情，那就是因为他在对你，就是通常是一种他需要你的时候，就会希望你在，你可以陪伴他。但如果说当他不需要你的时候，他希望你可以给他自己个人的保留的时间。那如果说当他不需要你，但是你又需要他的时候，他希望你可以自己安顿好。好了，再等我 OK 了，我愿意承接你的感受，我自己会去找你。那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当过一阵子的，你在跟他分享他的一些态度，他可能会对你有一种比较敷衍的，或者是说比较好一点的人，可能会对于你会表现出一种，他觉得很抱歉，他没有办法及时的陪伴你，但实际上你这次跟他讲完之后，他下次还是一样，你又找不到他的人，当你真的很需要他陪伴你，或说跟你让你可以去当他当你的情绪垃圾桶这件事情，他又会人不见，就是因为他真的没有太多的心思在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当中。好，那这边换手抽到的是宝剑9，你看我们今天都抽到宝剑牌，然后配上了魔术师牌，所以这边就代表着说，这个人其实看起似乎啦，他好像其实稍微有点去猜到说你们对他的感觉，所以其实他有时候会认为，当这段关系从原本的朋友要进展到恋人的话，可能他现在心里面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说他还没有想到两之间的关系要往这方面走，所以他其实心里面也明白说你们应该蛮痛苦的，或者是说他有预设立场，或者说他可能有去猜测你们现在目前是对于他是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或者是说会想要跟他有进一步的交往的这个想法。可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之下，他其实会变得更加害怕是，当你可能真的需要他的时候，他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你们。所以刚前面提到，他就选择去逃避，或者说就选择敷衍你，或者是说就会用不同的方式来去让你知道说，其实他比较没有办法把他的专注力放在你们这个人身上。那至少如果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比较多是你在听他诉苦的话，那就会蛮恭喜说，至少当他觉得心里很难受的时候，他都会想到你们的鼓励的话，这是一个唯一洋洋觉得最好的状态。要不然大部分来说，本身这个人他在想到你们之间的关系，他其实本身是有点惧怕关系之中进展太快，或者说关系里面你要他负什么样的一个责任，因为他就会觉得他还没有准备好，然后现在他也还是没有办法给予你们这些承诺，所以呢，当有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的话，其实对他来讲，这个就会是一个还蛮大的压力，甚至是也是他会开始跟你保持在一个适当距离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这段关系当中的话，如果说两人之间是真的现在都是卡顿的话，其实会建议你们可以稍微让自己清醒一下，或者是说你们真的要去做一下个人占卜，去确认一下对方对于你们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因为有很高的几率就是其实本身这个人对待于你，基本上不会想给你未来，不会想要给予你在关系里面你所想要的那样的一个身份跟地位。对，这是在关于我们第2趴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趴。这边好像所抽到的是女帝。好，那当我抽到女帝牌呢，代表说，其实在关系里面，你们一定付出了非常多，你们一定为了他做了很多，你们可能已经到超出你们极限的事情。所以，其实，在对于他的角度来讲，就会认为，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会有一点觉得说，能够把你掌控的好，然后会认为你们是能够包容他的一切，所以呢，当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当他真的有需要的时候，他一定会来找你们。所以他对你们情绪勒索，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你们可以用这种比较物质欲的方式去掌控他。可是你们要留意，就是当这种掌控有一天他翅膀硬了，或者说可能他真的变得更有能力了，那可能他人就会选择不见，或者是说他可能就会选择让这段关系就不会那么顺利的能够发展。那这段关系如果说你们都只维持在一个单恋的状况，对方不知道你还没有明确讲出来，你们也没有可能做太多的这类型的人的话，就是那种默默做的话，那可能对方都只有猜。那这种状况之下就表示说有可能这段关系就是一辈子的单恋，就是不太会有开花结果的
可能性的几率还蛮高的。那如果说你们真的有明讲的话，那你们就要留意，就是如果说有一天他的状况稳定了，或者说他可能有一天遇到喜欢的人了，那这段关系就会突然之间会断联的几率非常的高。就是对方他会，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可能比较适合一个人，或者是说比较害怕去面对于你，那他可能通常就会选择去逃避的原因是在于说，明明抽到这么好的牌，就想把它讲这么烂啊的原因是在于说，因为女帝这张牌呢，它是像是一个慈悲的母亲，那对于说身边的人事物，其实她都是非常的善良的，那她也会把她最好的资源去照顾对于说她觉得值得的人身上。刚我们前面提到说，其实这个人刚刚是从愚者牌嘛，再到魔术师，再到现在女帝，就表示说她其实会有点把你看成是为一个你是会无条件付出的那一个人。那当无条件付出，就会显得自己越来越卑微。那越卑微，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嘛，一段感情里面，一旦自己显得太卑微的时候，其实对方就不会去珍惜你。对，无论他觉得他只要能够哭一下啊，或者说可能稍微跟你靠腰一下，你就会去帮助他，那其实这段关系就会造成一个就是会往比较不好的方向走。那就是洋洋会觉得蛮心疼你们。如果说人生真的后续关系走到这部分的话，一定也不会是你们所想要的，所以会希望说你们可以尽可能的让自己比较清醒开来。所以呢，其实对方想到的几率呢，就是在于说他需要有人陪，他需要有人可以帮助他，他希望有人可以一直都待在他身边，或者说希望有人可以一起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就真的会去想到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会去想到你。然后因为这边的话有狐狸哦，那这边其实你们就要小心，要留意，就是说，就刚刚前面提到的，要先确认一下对方的感情的状况，然后确认一下对方他本身的爱情观是什么。好，爱情观的话，好像在对于会员的部分的话，刚讲哦，有，就是在对于第一组你们会员的讯息，对，如果说你们是会员，要去看一下第一组的会员版的讯息，里面就会有关于说对方有没有想要谈感情，以及他的双同性，就是看说对方目前的生活的重心来看一下。那如果说是这一组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说，他目前有没有其他的暧昧对象，然后就是限定说脚踏多条船好了。对，有人会觉得说，其实这组的讯息有点特别，对，这是就给予说你们会员专属的讯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的部分。第二张的话，这边所抽到的是宝剑侍者。那宝剑侍者代表说，其实最近你们的关系的话，他自己本身想到都会是你们可能聊天的内容，或者是说你们的相处这个状态。所以刚刚前面提到说，如果说你们真的有传一些比较私密的照片的话，会建议你们可能不要再传了，尽可能就是确认一下对方手机有没有存，或者说他的云端有没有存。如果这种私密照片，它可能很高级就是会存下来，其实对于你们来讲会是一个蛮大的这个伤害，就是希望不要存，不要外流，对。然后再来就是接下来这个人的话，他其实会蛮想要跟你们继续聊天下去，这是也一定会有。可是他对于你们之间的关系相处的话，他其实比较不会想要去做太多负责任的行为，所以他就是通常现在就想要讲什么就讲什么，然后最近可能这个人会想要多挖一些你个人的秘密，或者说想要多了解你们这个人可能在对说某些事情的看法跟想法，以及他对他这个人的想法，所以你们可以再稍微留意一下哈。好，那我们看一下第三章的部分。第三章这边所抽到的是圣杯国王。好，那圣杯国王就代表说，其实他现在目前看待想到的这关系部分的话，就是说他会觉得他能够对你做一点点，他觉得他很棒，他很了不起了。他会觉得他现在已经在跟你相处过程里面，有的时候他的一些付出跟行为是他本来不想对别人这么做，他愿意对你这么做，他希望说你能够感恩戴德，他希望说你能够去珍惜他自己本身对待于你的这方面的一个态度跟行为。那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这个人会稍微的有一点自我主义，或者说可能会稍微有一点自私的情况，只是在于说他自己会觉得两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本来就是他去应你要求去以这样的方式去相处的，并不是他自己心里面真正所想要的。
所以呢，接下来对方的态度的话，您会觉得他忽冷忽热都是很正常的，那都是因为他对你就是不够喜欢、不够爱，就只是单纯是一种饭局、饭友、伴游之类的这种的，或是普通好朋友，或者是说有共同兴趣的好朋友的这样的一个相处的模式，或者说这样的一段的关系。对，那我们就给双同性恋的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对方他有没有在酒吧或者就是说在声色场所好了，声色场所留下别人的联络方式。对，我们就来看一下他有没有，就是给双同性恋看一下说，你心中所想那个人，他有没有在声色场所留下别人的联络方式，也就意味着说他会跟那些人去做联络是一样，两人会一起去做看一下，他有没有留下联络方式，以及会不会跟别人继续保持联系。对，因为看起这个人可能会有点偏向于说是海王型的，但希望不要啦，对，希望没有。但也不知道，对，只是觉得好像这讯息蛮适合给予你们的补充的内容。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记得去看你们专属的会员的讯息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就来看到在验证牌地方是你们目前呢在对说这段关系，让你们感觉到不舍的地方是什么？好，要为大家抽第一张牌，这边的话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国王。那钱币国王的话呢，这组的你们，洋洋会猜，应该不是会猜啦，就是洋洋会觉得，好，会觉得可能这一组的你们呢，或许是因为你们在共同的工作环境当中，或者说你或者是他是在你的工作环境里面，或者两之间可能会有一些在金钱商业上的一个来往，好，那或者是两之间是在一个共同的密集的，也没有密，也没有到密集，而说是那种联系上面、关系上面是还蛮深刻的一个关系，一个团体的关系当中。那如果说以上都没有的话，那就表示可能或许两之间的在这段关系里面，一定是某一方非常的忙碌，或者说某一方的工作压力真的还蛮大的。然后或者是在对于钱财、工作的生活的质押这方面是非常的专注，或者是说是非常的在意。所以呢，看来似乎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俩之间的相处上，虽然是有互动，也没有错，然后俩之间其实算是蛮对于彼此是有一定程度上的了解，可是却或许是太过于了解，或者说可能真的相处的上面是比较缺乏了火花，比较缺乏了热情，所以反而显得这段关系会特别的单调。那刚好你们本身的性格，或是跟对方相处的过程里面，我们先不管对方的个性是怎么样，那只能说你们之间的相处过程，你一直不断的就算想要去做更多不同的东西，或者说想要去给这段关系相处过程里面带来更多的火花，带来更多的热情，注入更多的灵魂。可是呢，无论你怎么做，总是会得到，没有如同你心里面所那么理想的一个回应，或者是说两之间相处依然会感觉到是相当的枯燥乏味，或者是说相当的没有互动上的一个价值，或者是说会觉得这段关系好像除了认识他之外就没有了。所以你自己本身在想到这段关系的时候，你要说真的有感情，有没有错？你要说你喜欢他，你也觉得你很喜欢他，但是就会觉得两之间就是这个相处里面，就是缺少了那一种爱情里面必须要有的火花的感觉，或者说缺少了那一种想要热情的感觉，所以你会觉得，自己是遇到了瓶颈了，然后你会觉得自己
其实真的很想去稳固好这段关系，可是跟对方之间相处这个过程里面，虽然很稳固，或者是说相处的过程里面是，没有到让你觉得好像那么的不满，可是你们还是会觉得说，蛮害怕对方会不会有一天觉得跟你互动很无聊，或者说他太过于熟悉你，然后把你当成家人，导致于说让这段关系最后是朝着一个你所不愿意去发展，不愿意想象的那个结果去发展。所以有人会觉得说，或许这一组的你们的瓶颈是在于，你们现在是茫然的阶段，然后，你们会觉得跟对方之间的沟通其实好像有点不太好，会要一直不断的去用猜的，然后一直不断的去探索，一直不断的去找各种的蛛丝马迹，才有办法拼凑出一些可能他现在目前的想法。可是你现在心里面还是依然会有很多的担心跟害怕。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抽到第二张是钱币二。好，那钱币二呢，代表说，其实在目前这段关系里面，演员还是会觉得你们真的很卡很卡的原因就在于说，其实你们现在也是一直不断的在拿捏自己，到底要怎么做才不会去危害到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你们要怎么做才不会去让这段关系好像显得你很着急，或者是说去伤害到这段关系。因为对你们来讲，可能会比较担心的是，如果说当你们可能真的不小心做太多，或者说当你们一直不断的想要去推动这段关系，可是反而对方所要的东西跟你能够接受的其实是，你愿意付出的这一些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们现在能够围做，就是先静静的陪在他身边，就是你对于你自己来讲啦，你会很想要推动，但是你会怕找不到方向，然后也是伺机而动，静观其变。所以你们现在就只能选择默默待在他身边，然后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就对他嘘寒问暖，或者是说，当可能在这段关系想要如何能够有进一步发展的时候，或者说当对方愿意有投出了一些的讯息的时候，那你们可能才想要去推动，或者说想要再看看要怎么做，去让这段关系变得更好。那对你们来讲，其实你们现在有点急切，就是你们急迫的想要知道，你们要的就是一个方法，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告诉你们，怎么做，就是能够去推动这段关系。你们现在要的就是这一个，可是就是因为你们可能透过各种的方式，就是没有，可能找老师占卜啊，或者是说可能去求神问卜，或者说像你们信仰祷告，或者说可能看了各种的书籍，好，那对你们来讲都没有效，因为对方可能对待你的态度就是那样子，你就是会觉得自己就是完全遇到了瓶颈。那因为都没有效，所以你们也都是只能就这样默默的过下去，或者你们就只能静静的就看对方的反应是什么，然后再看自己能够做什么。那如果说什么都没办法做，你们就是只能干着急，或者说只能就是继续去猜。对，所以对于洋洋来讲啦，这组的你们其实，目前新的状态的话，表面上看起来心平气和，或者说风平浪静，但实际上在你们的内心之中是相当的波涛汹涌，而且有的时候你们本身在看待一段关系，或者说跟对方相处的时候，你们会容易胡思乱想，你们会容易的想要找到，或者说去做出能够让他感动的事情。可是看来似乎都没有成功，就是觉得你们真的还蛮辛苦的。好，我们来看到的是死神牌。好，那这边的话，这张牌就代表说，对于你们来讲，或许原本这段关系的相处过程里面，可能前面真的蛮沉闷的，那或者说前面开始有火花，然后后面开始渐渐变得越来越沉闷，越来越无趣，或者说越来越让你们觉得很迷惘，或者说很担心这段关系到底有没有可以进展的可能性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你们其实心里面想要的就是一个改变。那当抽到这张牌的话，也会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就是你们已经改变了，第二种是还没改变。我们先讲已经改变的人，如果说是已经改变的人的话，就代表说有可能目前你们的状态是因为跟对方之间相处的方式，或者说那个过程因为改变了，或者你们知道对方即将要
跟你们之间的关系相处要改变了，所以你们会很担心、很害怕。那你们也会急着想要去找出一个平衡点，或者说急着想要找出一个在关系相处里面是可以让你去继续推动，然后你又能够尊重他，你又能够让他感受到，你又希望能够让他感受到，他会因为有你在，所以他会感到很安心，然后有更多的力量。你们现在蛮急着希望可以做这件事情，能够做到这个部分，但是看起来是卡住了，然后看起来是没有得到任何的好的方式，或者说对方所给予你的回应是让你们觉得蛮心灰意冷的。好，然后再来就是，如果说是还没有改变，然后就是一直都维持在现况的话，就是你们会心里面蛮期待着这段关系是可不可以有一些的新的生活上的动荡，或者是说相处上面会有一些的突发事情，来去让这段关系可以注入一个更多新的火花，或者是说会希望这段关系在推动相处的过程里面，也可以因为有一些外在的因素来去让你顺便一起去做推动。所以就是说，有点像是已经改变的相处模式的人，或者说即将改变的人，你们现在有点急着会希望说，一个是能够回到过往，一个是能够做更多，让对方能够明确感受。那如果说是还没有改变，就是你们会希望说能够有个新的契机、新的改变的机会，让这段关系是能够因为可能距离，或者说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让对方能够重视在你们这段关系，然后会因为他好像没有你在身边，然后就会变得可能没有那么顺利，或者说可能比较孤单。可是有人会觉得啦，因为像我们目前所抽到这些牌里面，缺乏了3个东西，一个是圣杯，一个是宝剑，一个是权杖，所以表示其实这段关系里面，很高的几率就是不是你们交往很久，要不然就是你们现在是单相思，要不然就是可能这段关系是一直你个人单纯的去暧昧而已，你其实也不太确定说对方所对待于你的态度，或者是说对方他到底在对说这段关系，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喜欢你们，所以你们自己心里面其实会蛮多的疑惑。那你们其实基本上在想到这段关系，还是会觉得自己呃，是蛮有机会可以上位的，或者说自己是在对方心里面是蛮重要的。只是如果说真的要你们很保证这件事情，你们又会觉得其实自己没有立场说这个100%的这个几率。好，那这样的话就是以上呢选到第3组牌组朋友，你们验证牌的讯息。那如果说有符合，或者是说让你们觉得有所共鸣的话，我们就来继续往下看。我们来看到选到最右边第3组牌组的朋友，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说你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想你们的频率有多高，然后他是怎么想着呢？好，洋洋为大家抽第1张牌。第1张牌黄今天所抽到的是宝剑4。好，那宝剑4呢，代表说，其实在目前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说你们俩之间相处的这个过程，洋洋会认为说，其实对方他本身在看待于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的话，他的态度上面是属于比较平淡的，或者是说比较没有想的那么多。所以这边的话，洋洋会推估，有可能目前这段关系，除非是你们真的是已经交往在一起，才会出现宝剑4。就交往在一起很久了，才出现宝剑4。那大部分来说的话，都会是属于单恋，或者是暗恋，或者是在这段关系里面是你自己觉得有在暧昧，但可能对方来说是没有在暧昧的这样一个状况。所以呢，这边从这样的讲解，大家就知道说，其实本身他在想到于你的这个状况的话，基本上频率是真的蛮低的。好，那低到非常大的程度，所以这边看牌面上说你那个猎人，他在找着这个狐狸，好，你就是那个猎人，然后你心中所想那个人呢，他就是这一只的狐狸，所以代表说，其实你心中所想那个人呢，他现在是比较专注在于他自己个人的生活中的一个状态，或者是说，他就对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他就真的没有想的那么多，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在意，比较没有那么的想要一直去专注在于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当遇到这样的一个局面的话，你们基本上就会感觉到，其实当你们每次
传讯息的时候，对方经常会已读不回，或者是不读不回，或者说他很久之后才会回复你们俩的回复你的讯息，或者说他在跟你们互动当中，你会感觉到说，其实这个人在对待于你的态度会比较冷漠一点。或是说他就没有那么的在意着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你会觉得在这个冷漠或者说冷淡过程里面，洋洋会认为有可能你们因为有点太过于想去推动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你们太渴望想要去让对方注意到你们，或者说你们会希望自己所做的任何的一切是能够感动到对方，所以你们算是还蛮积极的，想要去为这段关系所做很多的行为，或者是说想要去献殷勤，或者是说有一些蛮多追求，或者是说很多的问候。可是你们所做这些的话，对于他来讲都是没有到他觉得真正感动到他的那个点，所以你们其实一直以来呢，以他角度来讲，都是用你们觉得最好的方式去对待他，而不是他觉得是他真正所想要的那个方式。所以你们一直来的这些的模式呢，都是没有办法轻易的去打动到这个人，或者是说是真的比较没有办法，让他去对于你们产生更多的好感。所以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目前看起来其实他算是平淡的、平静的，甚至是没有任何的波澜去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是真的比较不会去想起关于你们俩之间的这个事情。那我们来去往下看一下塔罗牌有没有什么讯息要给我们呢？好，这边的话，所为大家抽到的是圣杯王牌。圣杯王牌呢，这边可能会分两种意思。第一个，如果说你们是已经交往中的人的话，那但其实本身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就也不用想太多，因为其实他就是依然还是蛮爱着你们的。那我们就先开始不讲关于交往中的人，那我们先讲说你们是没有交往中的人，以这样方面我们来去做解牌。好，那如果说是还没有在一起的人，或者是说只要是没确认关系哦，只有你自己觉得是，那不算，因为对方就是没有答应你，或者说对方是没有承诺你，这个都不算是有正在交往中。如果说是那种默默的在一起的话，洋洋会比较不建议你们一定要跟这个人确定承诺，因为你们心里所想这个人呢，他一定会给承诺，他是那种非常爱对方，他一定会给承诺。对，如果说还没给承诺，然后又暧昧在一起，那就表示是属于一种观察的阶段。好，那这样如果说当出现这样圣杯牌的话，就会分两种意思。那第一种的话，就表示说，目前对于他来讲，可能会比较是排斥在对于情感的部分，或者是说他现在就本身没有那么的积极的想要去谈一段关系，或者是说他在对于谈感情的这个部分呢，他是认为自己可能还没准备好，那有可能是因为他本身现在有工作要忙，或者说可能他的生活中，有让他没办法去处理感情的事情，或者是说他可能会有一些的压力，所以他在对于谈感情的这个部分，他是比较抗拒的。可是这个部分也会觉得偏低啦，因为如果说他真的没办法给予对方这些的承诺，其实他还是会对于他自己所想要对的那个好的人很好很好。可是他也会跟对方明确讲清楚，可能为什么没办法在一起的理由跟原因。但实际上，当真的那个人有需要他帮忙的时候，他一定会两肋插刀，他一定会对那个人非常的好，因为他自己本身其实内心之中是真的还蛮向往有一段稳定的感情，或者说他蛮向往的是有人可以真的对他非常的好，那他也会同等价值的去对那个人非常好，所以其实他就向往的是那种两个人相互双向奔向的一段感情。所以因此呢，对于他来说，目前他的状态就是会还蛮想要谈一段属于真正的一份感情，所以他有时候其实会算是说背着你去认识新的人，或者是说他可能有的时候会比较没有那么的。因为我们这边其实人会觉得说，其实对方好像对你的感觉就真的比较偏向是没有感觉，甚至可能连比朋友再更低一点。所以就想说，你们到底现在是分手，还是真的是断联，还是说就是你个人单恋，然后你跟这个人其实比较不熟，所以其实对方在本身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对于你的这个部分的话，他
就真的没有太多的心思想要去多了解你，或者是说比较没有太多的心思会把这些的想法感情想法投射在你们身上，但他自己本身又很想要谈感情。那有的是对于谈感情部分，他是比较稍微有点排斥，或者是说他比较没有想要往谈感情的这方向走，就是偏向于说是一种单身主义者的感觉。但是妍妍会觉得说这种状况会偏低，因为这个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对于感情是没有任何的想法，或者是说是没有想要谈感情的这个意愿，但其他人内心里面是非常的想要一段稳定的关系，而且他心里面是还蛮想要有一段是那种炽热般的火焰的那种的爱情，就是希望两件事相互有很强大吸引力的。如果说只有单方面吸引力，然后想办法去感动他，看起来是没有。因为这个人呢蛮特别，就是他是那种一眼定生死的人，他比较不是那种什么慢慢就会喜欢上啊，日久生情，没有。这个人当他在遇见你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心里已经摆设好你该有的位置了。那就算一开始可能没有那么多火花，但他可能一开始就对你很有好感。那咱俩之间慢慢的相处之后，其实他对你的信任越来越多，投入的感情也越来越多，那么这段感情就很容易会有个结果。可是如果说一开始他对你就把你摆在朋友的地位，他对你的态度就是属于那种像对待朋友一样的状态的话，那你无论做多少的努力，其实都没有办法得到对方的青睐，或者说其实也很难可以得到他的垂怜。所以本身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也就会更加偏向于说，这个人他本身在对于你的部分的话，就真的没有。然后他现在心里面，或者说他身边，应该是有一两个，让他觉得比较在意的对象。那如果没有的话，就表示其实他蛮想谈感情的。那就有很高的几率，就是他可能透过交友软体，或者是说透过别人介绍，或者是可能会多去参加一些不同的聚会，然后就让他自己有机会去认识到新的人，然后有一个新的一段关系的可能性。对，好，然后这边好像所抽到的是权杖三。好，那权杖三呢，这边就代表说，这边其实看起来表示这个人他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真的是，雅会觉得啦有点难过，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是一直都保持联络这个状态的话，那应该过不久之后，你会得到对方可能比较冷漠的对待，或者说可能会被对方给封锁，被对方给删除，然后或者是被对方给拉黑之类的。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在对于说关系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他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底了，或者是说他这个人比较不想要自己所不喜欢的人一直来黏着自己，或者是说他是比较不希望自己在谈感情里面会做出一些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太好的事情。那什么叫不太好的事情呢？就例如说，他明明就不喜欢一个人，可是却对方只对他好，可他又不想去消耗对方所对于自己的好，他会明确的拒绝。可能他会观察一段时间，或者是说他可能会透过一段时间让自己去摸清楚，说自己到底对于那个追求他的人到底是有没有感觉。所以呢，因此对于他来讲，他最近可能会有一种想要去清理他自己内在里面，在对于情感中比较混乱，或者是说是有点拖泥带水，或者是说是一直都没有结果的一段关系。所以如果说当有人一直追求他，那他可能想一阵子之后，他决定要放下了，或者说想要决定去放弃了，那么他就会想要去放下这段关系，就会跟对方讲清楚，或者说会做出一些比较明确的行为，来去让对方明显的感受到。所以呢，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他某一部分就是在还没想清楚之前，可能会有一点渣，或者说有点可恶，因为可能会一直去接受对方的好。那如果说当他想清楚之后，就会变成一个圣人，或者说可能就会把所有的话都会讲得非常清楚跟明白，就是他会希望说自己所做的每一个决定是不会去伤害到任何人，所以他可能有的时候才会让自己拉得这么久，或者说去这么漫长来去判定自己本身在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那如果说他现在心里面真的是有一个喜欢的对象的话，那就很高的几率就表示其实他过不久之后应该会想要跟对方告白的这个想法，或者说可能已经有很认真在做一个这方面的策划。可是他做这方面的策划，或者是说做这方面的规划，他只是想想而已。如果说真的要去执行这件事情的话，其实看起来啦，是真的比较不容易，或者是说其实也不太可能说
因为其实看起来是他在他的那段感情里面，其实也没有到那么的顺利。那他只是觉得有点想要冲一波，所以那他在对于说规划策划这件事情是已经有一些的行为跟动作了，但实际上他真的要不要这么做的话，还是从牌面上是看不出来的。那这边的话，如果说当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真的已经拖很久的话，那洋洋真的会建议说，你们真的就也不要太过于执着在这段关系，因为很明显就是他在看待于你们俩之间的相处，或者说这段感情比较多是你付出的，你为他一直做，然后你一直为他付出，然后就是一直处于在一个要收不收的一个状态。那你自己心里面也是真的蛮复杂的，或者是说你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不舍，因为对于你来讲，其实这段关系你们真的也努力了非常久，或者说你们其实也真的很想要让这段关系是有所进展，所以你们才会一直都陪在对方身边，然后你们一直不断的想要去努力的，证明自己在这个人的你是能够让他喜欢上你的这件事情。可是，一在你们努力这么久的话，反而对方会更加的想要去脱离你们，或者说他反而更加的想要去找到属于他自己的一段感情，或者说一段让他觉得是有感觉的那个对象。对，所以洋洋会觉得说，在选好这组的你们，还是要认真想清楚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真的非他不可。那如果说真的非他不可的话，那你们就要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有竞争力，或者是说，就想办法让自己去从这段关系给走出来。对，好，这是在我们关于第一趴的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第二趴的部分，他到底相亲的频率有多高？因为其实在第一趴部分，杨会觉得他就算真的有相亲你，但是大部分来说都是想起着该如何跟你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或者是说会觉得啊，你今天又传讯息，好烦哦，或者是说你今天又送我东西，我觉得好烦哦，为什么我要去处理这个东西的？这个状态会偏多，就是没有到那么的喜悦开心。原来，他喜欢你的这件事情，或者说对他好的这个部分。好，然后接下来我们顺便所抽到的是权杖六，所以权杖六代表说，其实在对于他来讲是很享受你们俩之间相处的那个氛围跟当下，而且是属于那一种最自然的这个状态。他不希望关系里面有太多让他觉得是很复杂的情感，或者是说他会希望两之间相处的氛围跟当下是可以很做自己的。所以你们在相处的过程里面，你们经常会感觉到有一种愉悦的感觉，或者是说开心的感觉，又或者是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会觉得自己想要。因为对方对于你们好，所以你们会觉得自己在关系里面是很有竞争力，或者说可能已经被对方给接受了，但是实际上是并没有这样子，因为对方他只是用他自己觉得最好的方式跟你们相处，他只是用他觉得跟你这种方式相处，他是感觉到轻松跟自在的，所以你们会看到他这方面这么放松的这一面。那但也并不是因为说他真的很喜欢你们，所以才这样对待你们，而是因为他真的把你们当成是一个蛮不错的朋友。而且其实看起来两人之间的关系的话，应该有很高的几率，就是你们可能已经算是认识了，至少有好一阵子了。然后这边的话，他其实在跟你相处过程里面，他很欣赏你的最自然的那一面，或者说他很喜欢享受跟你们相处的那个当下。所以当这样的情况发生的时候，也就代表着说，本身这个人在想到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缘分的时候，他会想到都是一些快乐的东西，或者说都会想到，从来都没有一个人是能够真正的让他是这么的开心的。所以如果说当有一天真的撇除掉关于情感的部分，或者说真的撇除掉在对于两之间要不要有个结果的这个方面的决定跟想法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讲，他是很想要跟你相处下去，很想要跟你当朋友的。那这边的话，无论你们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都是一样的方向，就表示其实对方是很喜欢你们这个人，但是没有很想要你们俩之间这一段爱情暧昧的关系。对他来讲，两之间就真的像是一种很要好的伙伴，或者是说两之间的相处的模式跟方式，是让他觉得从来都没有感受到这么如此的轻松跟自在。所以当你们俩之间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之后，只要当你越想要进一步，或者说当你可能越想要让这段关系是有发展，你的动作越明显的时候，其实他一开始可能会有点惧怕，然后后面
看他有没有跟你讲清楚。如果说他没有跟你讲清楚的话，可能就再等一个时机。那如果说他有跟你讲清楚，你们又愿意继续待在他身边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讲，他的角度来说，就会认为你可能是愿意接受的，你可能是答应的，你可能是能够明白他的这个用心良苦的。所以呢，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很明显就是他想起来的都是那一些像朋友般的一个回忆跟氛围而已。在关于爱情这部分的话，是基本上呢是比较没有的。好，然后接下来我们所抽到的是钱币侍者。好，那钱币侍者呢，就代表说，刚前面提到了嘛，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一定有认识了好一段时间，所以呢，对他来讲，他想到的全部都是你们俩之间愉快的相处的氛围，或者说你们俩之间，他要思考说，他要该如何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让你愿意接受跟他当朋友，或者说你才会愿意接受，跟他继续保持在一个良好的互动的状况之下。所以表示说，这组的你们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属于那种爱恨分明的人，还是说你们在对谈感情这个部分表现的情况的话，你们是非常的明显。有人会觉得有，因为就像是前面的宝剑四一样，你们就是那个猎人，所以你们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做得太明显，或者是说你们其实也是因为你们这么的主动，你们这么的在意着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呢，他也才会觉得说你这个人是很值得继续深交当朋友的。那当朋友这个状况之下的话，其实就也很难让他会愿意去跨出朋友的那一条界限。所以当他想起来的时候，都是想到你们俩之间有共同目标、共同的兴趣，或者说为了某一件事情共同的去做讨论，或者是在对于生活中互动的这个方式，有的时候对他来讲可能比较无聊，或者是说比较没有互动性，可是呢，他还是会认为两之间相处是能够往个更有连结性的方式去走，或者是说两之间的关系是能够变得更加的密切，还有更加的融洽。那两个之间这段关系的话，其实如果说你们真是工作上的伙伴呢，其实对方还蛮享受跟你们工作的那个当下跟氛围。那如果说你们是不一定是有工作伙伴，但是会去到他工作场所的话，就代表说，他会觉得看到你那么努力的样子，他会觉得很欣慰，很欣慰，或者是说他会觉得蛮开心的。但只是在于说，他是支持这段友谊、这段朋友的。那在对于说要在一起这部分的话，基本上是真的也没有。那这一组的你们呢，就是很难可以有一个进一步的发展的原因，就是在于因为这个人他所想到的都是你们相处当下最愉快那个部分，就是真的没有想要往爱情这方面去走，就真的只是纯友谊而已。好，然后这样所抽到是钱币，是钱币耶。好，那钱币二呢，就代表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其实就很明显了。他觉得两之间其实算是一个不同世界的人，虽然两之间是不同世界的人呢，可是却也是很适合当成最要好的朋友。所以，因此他是很重视着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或者是说，他蛮希望让两之间的这段关系是能够走得更长远。那为了能够走更长远，那当然在相处的模式跟方式一定要深思熟虑，或者是说也不能太过于逾矩。两之间所不能跨越的那一条的界限，或者是说那一条的横沟。所以这个人当他发现到你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暧昧的举动跟行为的时候，一开始他可能没有意会到，可是当每一次你都做出一样的行为的时候，其实对他来讲，他可能就会想办法让你去明白知道，或者说会跟你刻意拉开距离。可是这个刻意拉开距离，或者说让你明白知道呢，他也并没有，洋洋会觉得其实这一组的你们心中所想的那个人，他对于说要不要让你明确知道，或者说跟你讲清楚这件事情，他其实内心里面是真的非常的挣扎，因为其实看起来他蛮重视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因为他会认为从来都没有遇过这么契合的人，可是这契合对他来讲是一个偏向于朋友的角色，而不是在于情感的角色。你看我们这边都抽到的是后面就抽到了钱币的侍者以及钱币二嘛，所以就代表说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真的很缺少了圣杯的部分，还有就是在关于宝剑的部分。
那当缺乏圣杯，就表示其实这段关系呢是真的缺乏情感上的交流，或者是说，两之间在互动上面是比较没有产生火花的。那如果说在我们缺乏宝剑的部分的话，就代表着说，其实他对于你比较没有好奇心，或者说他在面对你的时候，可能他对你真的太过熟悉了，或者说他可能太过于知道说该要如何跟你相处，所以因此呢，他就也不会想要太花别的心思。那以好的方面就表示，其实这个人他是很熟悉你，也很信任你。但以不好的方面表示呢，代表着这段关系因为缺少了那些的激情，所以反而会让这段关系变得更难的去推动，或者是说比较不容易的会有一个你所想要的那个发展。所以呢，目前看起来其实这个人他是有很努力的去拿捏你们俩之间相处的模式跟方式。对，好，这是在关于我们第2趴的部分。接下来抽到的是第3趴最后一个部分。最后一个话，我们今天所抽到的是宝剑侍者。好，那宝剑侍者呢，就代表说，其实在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接下来的话，他应该会想跟你分享他的想法，或者说他应该会明确的让你们知道为什么他会这么做。那他这么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那这个人的话，其实有点像说，你们可能这段关系当中，洋洋会认为，如果说你们知道他会使用交友软体的话，那就表示其实这个人就会是使用交友软体去认识新的对象。那接下来跟新的对象发展也是他所谓人生之中很重要的重点之一。好，那如果说你们确定他是没有使用交友软体的话，那就表示说在最近的他，在想到自己的生活的状况，或者是说他在对于自己现在生活里面可能需要去改变的东西，他是非常的努力，或者说他很努力的想要去找到，他心里面所想要的那个一样的东西。所以呢，他在想到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的时候，就是刚前面提到的，只有在两个人之间是比较快乐、愉快、活跃那个当下，他才会记得起来。如果说是像是其他的部分的话，其实对以他角度来说就没有任何的意义，或者是说他比较没有办法那么的积极的去帮助到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呢，当出现宝剑侍者的话，他其实也在观察你会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方式跟他相处。这边话其实会有可能是在于他有的时候会蛮害怕他自己可能会做错，或者是说他会没办法得到他所想要的。那么当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那么他就只能去想尽各种的方式来帮自己变得越来越好，或者是说让自己不要那么经常的去去因为认识别人而感觉到心累。对，所以表示说他在你之间的这段关系的话，他想起你的时候，其实大部分来讲都会是在一种他在团体聚会之中得不到别人关注的时候，那么他才可能会想到你，或者是说他在团体里面是变得不重要的地位的时候，他才会想起你的这个部分。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2章。第2章这边所抽到的星星牌，星星牌呢就代表说，其实这个人他想到你，我们刚前提到的嘛，就是都是好的。然后就是他在对于说这段关系，他是有信心的，或者是说他也是非常的好奇的。那他也是会想要让这段关系是能够继续往下走的。所以当出现这张星星牌的话，就代表说，其实他本身在想到你们俩之间的关系相处的那个过程里面，你们真的付出很多，所以就是有做到他的内心之中，有做到他的心坎里面，所以他就会很不想要去放弃掉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友谊，或者是说他就会很重视你们之间相处的模式跟方式，他会希望说你们俩之间的互动上面是能够在一个彼此之间都平衡的这个状况之下，或者你们俩之间的相处的方式呢，是能够在这段关系里面是能够走得很长远跟很长久。所以能说是因为这个人他的重点有点放错了，或者说他并没有依照你心里所想要的
方式跟你互动，就是他很活在他自己的世界里面。所以洋洋会认为说，其实在选到这组的你们有很高的几率，就是你们是业力伴侣的关系的几率非常的高，因为其实对方他非常重视着你们，那他也知道你可能是喜欢他，或者是说，如果说你们也真的觉得你跟他很有缘的话，那就你们其实蛮适合去做一下前世今生的占卜，因为在对这部分来看的话，两之间的互动上面，因为有存在的吸引力，那明明对方一直都把你当朋友，那你对他感觉或者对他付出，洋洋这边就先不提，就是先以他自己个人的状态，那他自己个人就是很在意着你们俩之间这段关系，或者说很在意你的这个人，那就也代表说，其实他自己在看待你们俩之间的这关系，他是觉得是还蛮有缘分的，或者是说他会觉得会不自觉的把很多美好的人事物会投射在你们这个人身上，但就算他知道说他跟你们俩之间是没有未来，或者说很难会有一个进一步的发展，可是他就会觉得你们还是适合啊。可是他虽然这么想，也不会想要去接受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这是一个让人觉得蛮傻眼的这个部分。那洋洋会一直觉得说，不知道这一组的你们是不是有跟对方上过床？好，如果说你们真的有跟对方上过床的话，那其实这段关系是更加的不可能的，因为其实对方只是想要你的那个部分而已，他对说这段感情蛮没感觉的，或者是说他其实在看待这段关系，他也没有太多的祈求。对他来讲，其实这一切都是没有任何的意义的。好，那抽到是宝剑十，那宝剑十代表说，第一个是他在对说你们俩之间关系相处，他是觉得蛮困扰，然后蛮烦恼的，然后现在他其实会想看看说自己到底要如何去面对与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表示说，其实他在对说爱情这部分的话，他还没有办法完全去相信，还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投入。那这原因可能是在于说，他可能工作、生活、家庭、友谊，反正就很多的原因、环境因素去影响到了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所以让他会对于你的部分的话，就顶多就是好奇，然后就想要知道你，然后就是只想跟你互动，但是在对说下一步的话，他是没有。然后第三种解释就是说，他不知道他该如何去拒绝你们，他不知道说该如何去让你们意识到他是真的对于说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段关系是没有想法，也是没有考虑的。可是他又很希望说你能够继续陪在他身边，所以表示其实这个人他的本身想法上面就是有点自私，或者说其实会有点矛盾。那就看你们要不要自己当成是最主动想要去摆脱，或者是说结束掉你们俩之间的这段关系中的一个人。对，那只是你们狠下心来的话，就要看你们自己是不是真的有办法。如果说真的没有办法的话，那就只能让这段关系可以先继续拖下去。反正时间到了，他会做出决定，那你就会知道你应该要怎么做了。所以会希望说这组的你们可以放慢你们的脚步，然后慢慢的把自己从这段感情之中给抽离。好，那么以上呢，就是以上选到这一组牌组的讯息，希望对你们会有所帮助。那如果说对你们有帮助，或说对你们有所共鸣的话，请记得帮洋洋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开启小铃铛。那如果说有需要预约个人付费账户的朋友，在影片左上方有洋洋的联系方式。那如果说是会员的朋友，记得去看你们专属的会员的讯息哦。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